欢迎来到东方网。本频道客观理性的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，欢迎订阅。目前，中国的人口是大约 14.3 亿，占全球总人口的 18.5%。不过，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称，到了2050年，中国的总人口将降至 13.8 亿，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降到 14.1%。而到2100年，中国的总人口将进一步降至 7.7 亿，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减到 6.9%。也就是说，在今后的几十年里，中国的人口将一直下降。当然，中国每年有不少人移民到其他国家，但这个群体不是人口的主流，而且移民的人慢慢会融合到当地的民族里，所以可以忽略。那么，为什么中国的人口会减少？这里既有人为的因素，也有自然的因素。先说人为的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个。第一，中国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，因为巨大的人口压力，因为提供不了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提供足够食品的压力，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，并且获得成功。不然现在的中国人口不是14亿，而是更多。而现在很多80、90年代出生的人都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，他们已经形成了少生优生孩子的理念，这种理念一旦形成很难改变。所以即使中国放开了2胎和3胎政策，响应号召的家庭也寥寥无几。第二，现代人养育孩子的理念与过去不一样，过去的人养了孩子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，而现代人对养育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比如除了给孩子吃好穿好之外，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，所以需要报名各种兴趣班。当孩子到了上中小学时，还需要请家教对孩子进行1对1的辅导。孩子上大学时，有条件的家庭会将其送到国外去留学，没条件也要在国内上名牌大学，这些都有高昂的成本。据统计，养育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，至少需要60到100万人民币。所以很多家庭觉得养育孩子的成本太大，就放弃了生育2胎或3胎的想法。第三，高房价，中国现在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，很多年轻家庭只能贷款买房，每个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都要偿还房贷，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日常开销。像这样的家庭能生养1胎就不错了，有的甚至还选择了丁克，根本生不起2胎或3胎。所以高房价对人口生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而这个问题也比较难解，因为高房价有地方政府的利益在里面，所以中国的房价要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，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再说自然的原因，人类是地球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，所以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环境。一块地区能承载的合理的人口是有限的，超过这个数量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。美国地大物博，有3亿多人口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。所以从科学角度说，一个地方的合理的人口规模，这个值得科学家研究。其实不只是中国，2战以后的韩国和日本也曾经面对人口增加过快的巨大压力，也都采取过类似计划生育的政策，以减缓人口的增长。比如韩国目前5000万人口，已经很拥挤，也面对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的压力。如果不是采取过类似计划生育的政策，现在的人口会远远多过5000万，会带来更大压力。然后还有就是经济和教育的因素。古人因为教育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，需要大量生育，以对抗自然灾害和战争。而2战以后是几十年的长期和平时期，没有大规模战争，而且健康水平不断提高，人的寿命延长，教育水平更是比以前大幅度提高。所以经济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后，人口出生率也会慢慢下降，这个是个自然的发展。这里将继续报道和讨论各种社会现象，请订阅以获得最新更新。